我在里面待了7年，因为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。出来的那天领到手机，我接到了几个陌生电话，都是以前合作过的一些老板打来的，他们极力想挽留我跟着他们干，有的工资开到了10万一个月，还有20万一个月给配车。这些电话大都从2个地方打来，北京的潘家园，天津的沈阳道。当时考虑了下，还是都拒绝了。我当初入这行本就是错误，纵然一夜暴富，可我也付出了代价。7年光阴，我从当初的白净小伙变成了如今30多岁的肚腩大叔。当初认识的女孩，现在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我无亲无故孑然一身，最后选择去了大理。我在洱海边上买了个小门面，开了个小超市，每天没生意的时候就去海边走走，吹吹海风，日子过得倒也清闲。前段时间不是发现了古蜀文明吗？还出土了轰动全国的黄金面具。其实啊，我的暴富路子和这些东西有些关系，离不开2个词：古董、盗墓。我18岁那年，奶奶因为在院里扫雪发生了意外，不小心摔断了腿，医疗费、手术费加起来要3000多。我们家的情况，当时连600块都拿不出来。我印象很深，奶奶当时躺在炕上，盖着厚厚的被子，晚上还会哭。大姑在雪乡漠河开了好几家农家乐，她生意做得不错，我就跑去大姑家借钱给奶奶买药。虽然表面上没说啥，但有一次我在背地里偷偷听到了，大姑父说我是个扫把星，还说我们家是破落户，还让大姑姑少和我们来往。那年冬天的晚上，我一个人在石头上坐了3个小时，虽说穿的厚实，但在漠河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也没啥用。年少轻狂，亲戚家的话将一位少年的自尊心狠狠地砸了个稀巴烂。攥紧借来的钱，我心里发誓，我向云峰一定要出人头地。后来我辍学了，严格说来，我连个初中文凭都没有。3000块钱，除了奶奶手术买药用的，还剩下753块。这笔钱我偷偷留下来了。我用这700多块钱，不光收铜钱，还跑去邻村别人家收瓷器、收银元，天天看书看鉴宝栏目。我渐渐有了一些基本眼力。我用100块的价格收了一对清末的洋蓝鸡毛大胆瓶，用不到200块收了几件民国粉彩仕女图小盐罐，用180收了3只清中期民窑青花碗。可惜这3碗都有鸡爪纹，没保存好，都有冲洗。买完这些东西，总共花了500多，我自己还剩下240块。当时的平均月工资也就300出头。奶奶很不理解我的做法，说我不务正业，还说她白养我了。大姑也知道了这件事，村里人大都在背地里对我指指点点。受着白眼，背负屈辱和不理解，在腊月17那天早上，我带着我收的东西离开了漠河。当时我脑子里认为北京人最有钱，我收的古董当然要卖给北京人，何况我对潘家园那个传说之地早已心生向往，从没出过远门。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，而且是孤身一人。买完车票，我身上就剩下不到100块。要是东西卖不出去，我连返程的车票都买不起，更别说吃饭。火车上的饭很贵，我不敢花钱，就用带的杯子一直接热水喝。实在饿得不行了，我就去买了一袋2块5的麻花。农村娃第一次到北京，看啥都觉得新鲜。当时我岁数不大，但我不怕生人，敢和人交谈。我就问别人要怎么去潘家园古玩市场，售票姑娘很热心，她让我坐地铁，还告诉了我怎么换乘。还好我记性不差，没走多少冤枉路。我终于看到了北门外立着的金字横碑，潘家园旧货市场。终于到了，见棚子里有个空摊，于是我就准备拿出来东西摆摊。哎，你干啥？摆摊啊！摆摊？这是你的摊吗？你就摆。走，小屁孩赶快滚！我要摆摊，这是你的摊吗？我给你钱，你要多少钱？100块，给100块你就摆吧。什么？要100块？怎么这么贵？就这价，不摆就赶紧走，别挡我做生意。而当时我兜里现在总共剩下不到100，一咬牙，经过讨价还价，给了他90。这下现在我全身只剩3块钱了。光头男收了钱，一直在笑。不曾想，我刚铺开摊子，东西才刚摆了一半，古玩市场的大喇叭开始响了。各位旅客商户，潘家园旧货市场已经到了闭市时间，请各位旅客带好随身物品，有序离开市场，祝您购物愉快，生意兴隆。你把钱退我！现在市场要关门了，我还没开始摆呢。怎么没摆？你不都撑上了，这就算摆了？想着钱，门都没有。我眼睛一红急眼，
当时抓着他胳膊不松手，嚷嚷着要他把钱还我。可是小兔崽子，给我滚一边去！他狠狠地朝我肚子上踹了一脚。我当时才多大，哪里打得过这光头，顿时疼得都直不起腰来。身边人越来越少，大家都收好弹装三轮车拉走了，踹我的光头男也走了。寒冬腊月，北京虽然比不上漠河，但晚上也很冷。市场保安见我收摊慢，还不停地催我，要是晚点了会罚我款。天短夜长，等我拖着箱子走出市场，天已经黑了。我又冷又饿，身上只剩3块钱，在路边凳子上坐了半个小时，外面冷得厉害，我实在受不了，就拉着箱子躲进了一间 ATM 自助银行。不时有人进来取钱，他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。地上很凉，我难受的睡不着，就戴上棉服的帽子，靠在墙角蜷缩着。过了2-3个小时，迷迷糊糊的有人拍了拍我，我抬眼一看，原来是一位50多岁的大妈，这大妈手里还牵着一条小白狗，估计是劲松附近小区的居民。小伙子，这么冷的天，你咋睡这儿呢？见我不说话，大妈摇了摇头，将塑料袋放在了装灭火器的红铁皮箱上。我刚买了2个烧饼，还热乎着呢，你要不嫌弃就吃了吧，给你放这了呀。大妈留下东西就走了，我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最终还是去拿了塑料袋。烧饼是带芝麻的干烧饼，又脆又香。吃着吃着，我哭了。难道就这么放弃？回去别人不是更看不起我们家？不会的，向云峰，你一定能成为有钱人的。早上8点，我再次来到潘家园，因为没有钱交摊位费，我只能拉着箱子不停转圈，看有人在看瓷器，我就会凑上去问，大哥，要不要看看我的瓷器？都是老的，价格合适就能卖。这时市场里的大喇叭又响了，各位游客，请小心不法商贩尾随，请看管好自己的财物，以免上当受骗。大喇叭这么一放，这人看我的眼神就变了，连忙跑走了，一连问了好几个人，可依旧还是这样的结局。可天无绝人之路，就在我万念俱灰时碰到了一个老头。他说，小伙子，这潘家园6日人多得很，摊位很贵，你可以去报国寺试试啊。我听人说那边的摊位不要钱。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我顿时大喜，又拉着箱子赶去广安门报国寺。报国寺不要钱的摊位，就是我最后的机会。意料之外，我摊子刚铺开，还没10分钟，我小摊前就围了一大堆人。老板，这送钱和清钱怎么卖的？老板，你那粉彩小盐罐拿给我看看行吗？老板，那对洋蓝的胆瓶多少钱？你直接说个最低价，合适我就要了。一对洋蓝胆瓶最少800。行，包上吧。要了，怎么给你钱？慢着，先别慌，这对瓶子我出830。马老三，你这么做不合规矩吧？哼，规矩？你不是还没付钱吗？人小老板愿意卖谁就卖谁。你跟我说规矩？宋老板，现在老东西越来越少了，何况这种架撞瓶不用愁销路，随便配个盒子搁你店里能卖多少？宋老板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靠，马老六，你管老子卖多少？老子卖多少关你毛事？瞧，这2人快要打起来了，我忙劝架，别吵架，这不还有别的东西吗？你们看看，这个粉彩小盐罐就不错，虽然没盖了，但画工好。宋老板看着我手中的盐罐，大声问我，小兄弟，刚才你说800卖我的，你现在想卖给谁？怎么在潘家园没人要的东西，到这都抢起来了？大哥，这对瓶子先前说的是800，那就800卖你了，我不能食言。男人大笑着，然后缓缓起身，看着马老六，一脸得意。他大致扫了一眼我摊位上的其他东西。行，小兄弟挺痛快，那我也给你来个痛快的，你这堆东西我全部要了，一枪走。瓷器、铜钱加箱子，大杜老板给了我4700现金，这相当于当年普通人打工1年的存款了。大老板直接包摊一枪打，连拉杆箱都给我买走了。2手空空的出了报国寺，我摸着衣服里厚厚的一叠100元大钞，脸都快要笑烂了。晚上到西站，我被一位中年女人忽悠了，去住了小旅馆，价格是1晚60块。住进去后，老板娘偷偷摸摸的说，小伙，要不要给你找个小妹？不用，我不要小妹。我连忙摆手，老板娘软磨硬泡，最后被逼得没办法了。我多给了她20块钱，让她别再来烦我了。当初旅店老板娘直勾勾的看着我那一叠红钞票。当晚我很困，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，怕不安全，我还特意将装钱的塑料袋压在了枕头下。不曾想到，等我睡醒后，钱没了，我千辛万苦挣的4000多块没了。我吓坏了，忙去找老板娘，我让她去调监控，我说我的钱丢了，我要报警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钱1分都没找回来。警察简单的做了笔录，隐晦的告诉我钱找回来的希望。
如果当初钱没丢，我可能现在是个古董店小老板，可能娶妻生子了，我的人生轨迹可能会完全改变，圈子里就不会有我这个人，道上更不会有沈眼峰这个外号。两手空空，万念俱灰，我不敢回漠河，不敢回家。我知道我回去后肯定会被笑话，被同龄人笑话，被大姑父家看不起，我嫌丢人。站在西站外的过街天桥上，我想就这么死了算了。少年心智不成熟，万一有了我这种想法是很可怕的。我那时准备跳天桥，就这么跳下去没摔死，估计也会被来往的货车给压死，腿都伸出去了。就这时背后有人拍了我一下，这个人就是带我入行的师傅，他干的发财路子就是盗墓。小伙子，这么年轻，有啥想不开的？如果老夫猜的没错，你应该是钱丢了吧？而当时我也是不知所措，从跟着他下天桥那一刻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卷进了盗墓这个行业，伴随了我的一生。我站在西站外的过街天桥上，正迈出天桥护栏想要跳下去的时候，突然后面有人拍了我一下，这个人就是带我进入盗墓行业的师傅。小伙子，这么年轻，有啥想不开的？你不是昨日在潘家园给我指路的那个老头吗？记性不差吗？还记得我？小伙，从你昨天来潘家园卖东西，我就注意到你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是不是钱被偷了？而当时我也是一脸震惊的看着他，我没多想，红着眼睛点点头。我说我的卖货钱被偷了，不想活了。可他却轻描淡写的告诉了我一句话：才4000多块钱就要选择轻生，你跟着我干，我保证你在1个星期内把丢的那些钱给找回来。我觉得不可思议，还以为这人是人贩子，想让我卖肾去，当时就没理他，就故作镇定的想要离开。结果他却塞给了我一张纸条，这是我们现居住的地址，小伙子，要想混出名堂，风风光光的开大奔回家，那就过来找我。要是你为了那点鸡毛钱还想死，那就不用来了，证明我看错人了。这天晚上我便随着老头来到了他们居住的旅店，后来又陆陆续续来了2个人，坐在旁边的是我的师傅，名叫王显生。那3个男的是亲兄弟，都姓孙，按年龄大小来排就是孙老大、孙老二、孙老三，而女的名叫程红，30多岁，眼下有颗黑痣，心里有个外号，就叫一颗痣。把头，这小家伙也太小了吧，他能干活？确实是小了点，但人还是挺帅的，不过就是不知道小不小。我说陈红，注意你的分寸，人家才多大，别把主意打到他身上。紧接着陈红用余光瞥了我一眼，眼神露出一股贪婪之色。这小子眼力不凡，是干这一行的好材料。后来我才听把头说了，这女子身手也算不错，不过就是性子差了点。35岁，她的目标是在40岁之前找够100个男朋友。当时我就没信把头的，洗了个澡睡觉，因为是冬天，即便是盖上被子也感觉有点冷。后来一颗吃进了我房间，不知道在我被子里筛了什么东西，我突然就感觉不冷。不得不说，有这么好的师兄师姐们，我又感觉自己是无比的幸运。结果第2天早上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救命啊！傻小子，想什么呢？才一次就被吓到了。你不在的时候，一颗痣还天天往我们房间里跑呢。有这样的事，那往后我不就成了他的目标对象了？小峰，你也别把一颗痣想得这么不堪，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只是后来因为一些事，所以才跟变了个人似的。二哥，再怎么变也不可能变成这样吧？难道红姐是失恋了？你想太多了，有很多事是用科学无法解释的，就好比人心，任何情况下，除非他自己想说，不然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心里想什么。当时我就被孙老三这句话给整懵了，这谈着谈着怎么就跟科学扯上关系了呢？后来在下走的时候，我才听把头说了，一颗痣在一次行动中被困在墓里30多天，因为墓中没有任何食物，所以他为了活命，竟然把主墓室里面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了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而自那以后，陈红每天晚上都会说胡话，甚至还会梦游，时不时的会往别人的房间跑，估计是在里面的时候被吓坏了，不然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？把头带他去了很多医疗机构，但最终都没有任何办法治疗他的病，久而久之，也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小峰啊，有时候风险和利润也是成正比的，要想出人头地，危险肯定是少不了。干我们这一行的都是苦命人，这也就正是我在天桥拦下你的原因。行了，把头，墓道已经挖好了，趁天还没亮，赶紧下去找东西吧。那行，孙老二、孙老三，你们带着小峰下墓，我和孙老大在这给你们把风，给你们打掩护。墓道里还有些积水，能淹住人小腿肚。孙家2兄弟都站在水里，而一颗痣则是一脸镇定地站在墓道里，朝我大声嚷嚷着：“跳啊，云峰，没多高的，等下我们拖你上去。”当即
我心里默念了一声老天保佑就跳了下去，结果没落稳摔了个狗吃屎，喝了一大口墓道里的积水。一颗赤笑着将我扶了起来。云峰，你以后得好好练一练，你看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红姐，先跟上孙哥他们吧，不然一会要掉队了。这条墓道是十字形状，我们现在的位置在中间，前面左右有拐弯，连接着东西耳室，直着往前走就是主墓室。而就在这时，我们的前方水面上飘过来一个红色的东西，竟然是一张现代人用的粉红色毛巾，而且毛巾上还印着品牌商标。见到这毛巾，孙家兄弟脸色十分难看。可恶，这西周墓被人摸过了，肯定是南边那伙人搞的。我们费了这么大劲，这是捡破鞋来了。孙老三也摇头叹气，随后他按了下对讲机说：把头，下面出新情况了，这坑已经被人摸过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咱们要不要直接走人？先不要慌，你们先去主墓室，如果主墓室的门打不开，就去东西耳室看一看。这时候孙老二走到孙老三面前，说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消息，那就是他们只发现东西耳室，并没有发现主墓室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去东西耳室看一看，有没有什么宝贝，如果没有，那就直接上来了。孙老二松开对讲机，直接带着我和孙老三一颗吃绕过石墙，来到了西耳室。第一眼，我看见了成堆的青铜器，大批量的青铜器胡乱的堆在西耳室地上。这些青铜器有破烂的，有完整的，有小型的圆鼎、方鼎、青铜盒、青铜豆、青铜爵，粗看一眼都有几十件。发了，这下咱们发大了。把头，西耳室里有好几十件青铜器，黑漆古水银锈，正儿八经的西周水坑货。王把头是见过大风浪的，他通过对讲机平静地说：分批转运，全给我拿出来。得嘞，南边的这帮老鼠们是改吃素了，竟然会给我们留这么多肉，真是要感谢他们。红姐，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啊，为什么这墓之前有人来过，那他们为什么不带走这些东西？这说不通啊。云峰，我发现你这人胆子太小了，你想那么多干嘛？老二老三都在忙呢，赶紧搬东西吧，不然一会就要天亮了。我也掏出来蛇皮布袋蹲下来，往里面塞青铜器，那些圆鼎方鼎分量成我拿的费力。三哥照顾我，他让我减小的装，我就装那些青铜豆和小号的青铜爵。我左右扭了扭头，这时余光刚好看见了耳室里的一个角落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大！三哥你快看，这有一个大水缸。卧槽，云峰，你小子嚷嚷啥？吓我一大跳。二哥，墙角有个大缸，很大。那是粗陶器，哪有青铜器值钱？体积太大，没法运下山，卖个1800的还不够功夫钱。我们不要那玩意儿。随后的1个多小时，我们加班加点，一共运出去了满满8大袋子青铜器。这时候天已经快亮了，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，我往大水缸面前走了过去，结果一颗吃拍了我一下。你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上去！红姐，我总感觉这大缸子好像有点不对劲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之前我们没找到主墓室，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主墓室会在这大缸子的底下？有这个可能，那要不咱俩去挪一下？我和一颗吃带着一颗好奇的心走过去挪了一下大缸子，可奇怪的是，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，大水缸却没有任何被移动的迹象。正当我二人准备要上缸顶查看里面的情况时，二哥过来了。你俩在那瞎弄什么呢？赶紧上去了，明天咱们还要下来呢。对了，云峰，等会你将这一袋子的白膏你拿去护城河倒掉。不是二哥，这土不直接到这儿不就完事了吗？为什么非要冒着风险拿去外面呢？要是被人发现，会让人起疑心的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这是行里的规矩，凡是新人必须将墓里的第一袋土带出去。而来到护城河的时候，瞧左右无人，我快速的解开背包，就准备往河里倒土。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清厉的呼喝声，吓得我差点就栽进河里。等等，站住！你是干什么的？心惊胆战的转身，我看见一个女孩正掐腰指着我。这女孩身穿校服，短头发，脸上红扑扑的，胳膊上戴着红布章，红布上写着“河道保洁”4个字。就说你呢，看什么看？你刚才想往河里丢什么？是不是准备丢垃圾？没什么，我没丢垃圾。不说，我都看见了。你包里是什么？让我看看。瞧他过来，我魂都吓飞了。当时也是脑子发热，我提着书包就开始跑，他紧跟着我不放，我俩就开始沿着护城河跑。跑着跑着，我脚一滑，直接掉到了护城河里。救命啊！这小子不会游泳还往河里跑，不要命了是不是？唉，先把他带上来再说吧。20世纪初，我为了出人头地，加入了一个北派盗墓团伙。但行里有个规矩，那就是新人必须将自己在墓里挖的第一袋青白土拿去外面倒掉。当天我就来到护城河边，正准备将土倒进河里时，却被一位身穿校服的姑娘给看见。当时吓了我一个激灵，拿起装有青白土的背包，正准备逃跑时，却不小心掉进了河里。好在下水的那一刻刚好把土成功倒了下去，但我浮上水面时却忘记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救命啊！哼，真是个笨蛋。后来是这个女孩救了我，
女孩名叫李静，顺德本地人。当时她是顺德3中的高2学生。那天她是替她妈工作，她妈是负责护城河水面垃圾治理的。被救上来后，我心里却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的一包青白土散掉了，没被人抓到。你跑什么跑？一点水也不会，你不要命了？你包里装的是什么？我只是一时狡猾，不小心掉到了河里。我包里装的是书本，没了就没了，再买就是了。他将信将疑的上下打量着我，显然不怎么相信我的说辞，随后拽着我的衣服就往前走。你这是干嘛？都说了是书本，你还想带我去哪里？我觉得你小子有鬼，这2天附近老有人电鱼，你得和我去见我妈。我妈说你能走了才行。期间我几次想跑，最后还是没敢跑。我知道，要是我一跑，以这女孩的较真性格，没准会连累到我们整个团伍。只是路过天桥的时候，哇，小李静就是比你妈能干，这是又逮到一个偷倒垃圾的，孺子可教也。李半仙啊，可不是吗？这小子见了我就跑，都掉河里了。我怀疑这小子是电鱼的呀。电鱼啊，小伙子这就不好了。电鱼的人运势受损，是要受报应的呀。李老六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叫你一声李半仙而已，你真当自己是半仙啊？笑死我了！你上次给李婶算的卦，你说李婶家里养的猪1月内必能怀上小猪，结果李婶家的猪第3天就拉稀拉死了，小猪呢？那是那头猪时运不济，不怪我算的不准。你要是不信，要不我再给你算一卦。你可拉倒吧你，我才不给你算。你要想算，就给这小子算吧，帮我算算他是不是电鱼的。当时不知怎么的，反正就稀里糊涂的让他给我算了命，3枚铜钱就从乌龟壳里掉了下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乌龟壳撒下的3枚铜钱都是背面，而且其中2枚叠在了一起，另外1枚孤零零的躺在一边。他看着3枚铜钱有些发愣，李半仙当时脸上的嬉皮笑脸顿时就没了。李老六，说吧，算出什么来了？这小子是不是电鱼的？当时李老六他看着我，意味深长的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：水深池子浅，池浅王八多，你就是池子里最值钱的那只王八，不过却也逃不过最后的命运，被人宰了，做成了一碗甲鱼汤。不得不说李半仙的话最后还真的应验了，如今再回想他的那些话，可谓是字字珠玑。如果我现在还能见到他，我愿花100万重金请这位先生再为我算一卦，算我向云峰还能不能成家，算我以后该何去何从，算我以后该何去何从。小静，这是谁呀？你同学吗？不是啊妈，我刚才在护城河边上逮到的这小子，这小子鬼鬼祟祟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人，我怀疑他在电鱼。我忙解释说这都是误会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电鱼的。李静妈慈祥的看着我，摇头笑道：我看小同学你也不像是电鱼的。小静啊，你这次是搞错了，你这妮子还把人抓来了，快给人道个歉。后来我才明白李静为什么要抓电鱼的，因为顺德林业局有悬赏，当时长江水生态破坏严重，中华鲟和长江白鳍豚濒临灭绝，上面下了大决心要保护内河水环境，谁要是抓到一个电鱼炸鱼的，都可以去林业局领赏钱，抓到一个人中奖500块。所以女孩李静才揪着我不放，她把我当成电鱼的，是想要把我送到林业局去换赏钱，因为她家缺钱。小同学，吃吧，这是阿姨给你煮的鸡蛋，就当是向小静给你赔礼道歉了。我扒拉着碗闷头吃饭，李静冷眼看着我，她时不时用筷子使劲地敲一下瓷碗，故意搞出来很大动静，惹得李母频频皱眉。小静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？这小同学哪里惹到你了？没惹我，但我就是看这小子不顺眼。听到这话，我瞬间气不打一处来。我虽然没有爹娘出生卑微，家里也是破落户没人管，但有一点，我这人自尊心很强，当时就放下了碗筷，起身向李母告辞。结果才刚走到门口，我就被一大伙人顶了回来，他们手里提着油漆桶，有人手里还拎着棍子，进门就朝着他们一家人大叫，把李静和他妈妈都给吓坏了。李德全呢？李德全滚出来！再不出来，我打死你老婆孩子！还有钱吃鸡蛋，有钱吃鸡蛋不还老子钱！说话间，这人提起油漆瓶，直接倒在了李静家里的饭桌上。我让你们吃吧，鸡蛋好吃是吧？金哥，只要你把这盘吃了，那我们就走。李静当时并没有照做，而且还将沾了油漆的鸡蛋一把给推开，当时把那人给惹火了，拿起手中的棍子就准备朝李静头上劈过去。当时我脑子一热，就用后背给他挡下了这一击，吓得身后的几人和李静的母亲也是一脸震惊。小子，看不出来还挺抗揍的，不过我劝你最好是别多管闲事。随后男人走到李母身前冷声说道：告诉李德全，3天之后要是再不还钱，我还会再来找你们麻烦。这帮人留下一句话，骂骂咧咧的就离开了。我流了不少血，当时躺在地上十分难受。李静小心翼翼地把我扶了起来，李母找来纱布，简单的帮我包了头。我躺在他们家床上歇了1个多小时才缓过来。阿姨，那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
我爸做生意失败了，欠了他们一大笔钱。做生意失败了，欠了多少钱？5万块钱。听到这个数目，我吓了一跳。这么多钱，就算不吃不喝，2、3年也还不上。在李母家躺了一会，李母本想再让我在她家休养几天，可我还是拒绝了。出了门，李静出来送我，和我并排走着，她低着头对我道歉。喂，刚才真是对不起了，把你当成电鱼的，后来又让你挨了打，我在这里真诚的向你道歉。没事，都已经过去了。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吧？你在几中上学，我以后去找你玩。怎么还问这个？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是盗墓的，撒个谎吧。我在1中上高2。1中啊，那你学习应该很好。我脸一红，不敢接话。我学习成绩常年保持在倒数前3名，这倒是很稳定。但让我诧异的是，他竟然还说要找我补习。好在当时那个时代学生很少有手机的，所以也就没留电话。回到旅店，把头见我叉着腰走路，差点没把茶水喷出来。云峰，你这是咋了？你这是散土的时候掉坑里了？没事，就是跟人打了一架，没什么大碍。而我说完这话，把头对着我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指责。云峰，干我们这行的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，就怕被人顺藤摸瓜抓住小辫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对不起把头，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。不过你毕竟是我王显生的人，感动我的人，那我也不会让好过。一棵赤道上有人，我让他找人去帮你收拾收拾。不得不说，有了一个在顺德的家，我感觉自己无比的幸福，连忙点头说是。那天2哥和3哥带着我和一颗赤又下了墓，一颗赤见到我来了，直接就给了我一个见面礼。我说红姐，你能不能给我留点好印象？非得欺负我，2哥和3哥你怎么不去拍2下？疼死我了！瞧你那样，这不是见到你高兴才拍你的吗？孙老大和孙老二的老娘还不拍呢。行了，陈红，你就别拿小峰寻开心了。今天我们要去东尔市，你和小峰去西尔市看看咱们昨天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。要是没漏东西的话，再来东边帮我们。知道了，啰里吧嗦的。走吧，小峰，以后听话一点，跟着姐混，姐罩着你。红姐，别离这么近，让2哥看见了不好。怕什么？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你是我的第45个男朋友，他们不会说什么的。发展太快了吧？我觉得咱俩还是先从朋友做起，然后回头再问问把头的意思。少给老娘来这套！你要是敢把这事儿告诉把头，以后什么事都别找我了。云峰，你在干嘛？你点了蜡烛做什么？红姐，鸡鸣不摸金，就算咱们不是摸金校尉，可为了安全，咱们不得在墓室里点一根白蜡烛吗？这时候，一颗痣当即大笑了2声，随后走到我面前掐了掐我脸，然后说道：“你呀，你是电影电视剧的看多了。古代摸金盗墓的是会在墓室里点一根白蜡烛，可那是照明用的，要不然黑灯瞎火的怎么盗墓？”我知道，但点上蜡烛，我才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吗？陈红当时也是苦口婆心的对我说了一大堆话。他说，古墓里尸体腐烂有可能产生甲烷，搞不好一见明火就会爆炸。当时听到这句话，我也没心思再点下去，走到大缸面前，踩上他的肩膀就趴在了大缸顶部。可刚一上去，就闻到了一股很难闻的气味。怎么样？里面有没有宝贝？什么都没有。不过这大缸子地下好像有一个黑骷髅。黑骷髅？除了这个还有什么？有没有青铜器什么的？随后陈红给我递过来一把夹子，我又往里面探了探，感觉夹到了什么东西。我调整了几次角度，把这东西提了出来。摸出来后，低下头一看，竟然是一根死人的大腿骨。红姐，要不还是下去吧，里面实在是太瘆人了，我害怕。怕什么？不就是一根骨头吗？你再看看里面还有什么？没什么的，没什么的。黑窟窿里没准还有诸侯王的私印，万一我运气好给掏出来了，那就发大财了。鼓起勇气，我又伸手去缸底掏。正在我侧着身子来回乱摸的时候，我食指手指感觉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下。怎么了，云峰？刚才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下。我看看。此时我的手莫名其妙的多出了2个小孔，鲜血也是不断的往外渗。一颗痣也是吓坏了，连忙带着我朝东耳室那边跑去。孙老二和孙老三正蹲在地上捣鼓着分辨哪些东西之前，看见我和一颗痣这急忙慌的样子，当即就问：云峰，你瞎咋呼啥？是见鬼了还是咋的？二哥，我被毒蛇咬了，我马上就要毒发身亡了。孙老三挤了挤我的伤口处，伤口顿时就流出来了鲜红的鲜血。老二，云峰手指上这伤口这2小眼是蛇咬的？像是有点像，不过我感觉有点不太对。云峰的手指才多宽，你看这伤口的间距，哪有这么小的舌头？那就奇怪了。见我心神未定，孙老三连忙安慰道：没事的，云峰，你看你这流的血颜色这么好，咬你的肯定不是蛇，更不是毒蛇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吓我一跳，我也以为是什么毒蛇之类的。随后陈红将希尔市所发生的事告诉了孙家2兄弟，2人听后对他劈头盖脸的就指责了一番。行了，要是没什么事就来帮忙吧。云峰，你要是不放心，你明天白天去医院打一针狂犬疫苗吧。知道不是毒蛇，我心里轻松了不少，便和陈红埋头装起了地上的青铜器。
这时候一旁的孙老二也是一脸皱眉的看着地上的东西，按下对讲机向上面汇报了现在的情况。目标是主墓室，因为只有里面的东西才最值钱。可孙家两兄弟在墓道里找了一晚上，却也没有任何发现，最后也只能灰头土脸的离开了。早上一回去，我几乎是一沾床就睡，这觉一直睡到中午。本来准备起床找个小诊所打一针狂犬疫苗，可看了看自己的手，顿时就吓坏了。怎么会肿成这样？昨天晚上明明还好好的。只见我的手指一根都快赶上2根那么粗了，而且伤口那2小眼正往外淌着脓水。我害怕的用手摸了一下，却一点知觉都没有。我吓坏了，连忙跑到孙老三的房间，让他看了我的手指。孙老三看了后也吓了一跳，当即就带我去附近的小诊所看了看。可医生的一番话却也让我脸色瞬间惨白。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的，也不敢乱用消炎药，你们尽快去大医院，肿成这样，搞不好会截肢。没法了，孙老三又带我去了顺德第一人民医院。诊断医生见我手肿成这样，让我去拍了片子。医生看了片子的情况之后，就用针灸盒里的大头针在我手指上扎了2个小眼，我也感觉不到疼。他稍微一紧，立刻流出来很多黄白色的液。扎眼放了水，我的手指立马小了1号。医生又给我开了阿莫西林，让我回去吃2片，不要吃辣椒。谢过医生，我们就回到了旅店里。王把头见我回来，就问了我现在的情况。云峰，你手没事了吧？应该没事了吧，头也不痛不痒的。王把头本来还想问什么，这时孙老二就和他商量起了主墓室的事，让我先休息几天再下墓。可一到晚上的时候，我手就疼得厉害，疼得翻来覆去，根本就睡不着。我起身查看我手的情况，却发现我的手又肿大积水，这次不光是痛，还发肿流白水。把头他们现在应该已经下墓了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偷偷溜出去，想看看四周还有没有药店开门。我想买点止疼药，结果到了的一看，药店早就关门了，根本没有24小时营业的药店。刚好我发现我在的地方离着南山区李静家不远，很近，想看他们家有没有止疼药。到了地，敲了几下门，是李母给我开的门。小象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阿姨，李静在家吗？我想看看你们家有没有止疼药，我刚好路过这，来借点。止疼药？有，你跟我来。小静睡了吗？开门。李母敲了几下门，她转身对我说要在李静房间的抽屉里，怕吓着人，所以我一直把手伸在裤兜里，李母这才没看见。来了吗？都这么晚了干啥呢？向云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同学说来借点止疼药，妈记得在你书桌下的柜子里有，你去给小象找找。我锅里还烧着水，得去倒暖壶里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找。云峰，你等我一下。而当时也不知道是不是角度的原因，看着李静穿的睡衣，就感觉眼前的这个女孩特别漂亮。结果越看越觉得不好意思，最后整了个大红脸。你咋了？脸这么红？我刚想说话，恰巧这时手指处又传来剧痛，像有小刀在割我肉。没什么，我走了。一把拿过来李静手上的药瓶，我直接跑出了她家。离李静家不远有个水龙头，不知道谁家的，反正有水。我直接对着水龙头喝了3片止疼药，休息了一会儿，我还是觉得疼，就又吃了2片，这才感到没那么疼了。靠在水池子边，我开始感觉浑身发冷，脑袋也重了起来，眼皮打架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我是不是马上就要死了？对，应该是要死了。我蜷缩在水池边上，冷得牙齿打颤，浑身冒冷汗，然后我就昏了过去。当时没睡多长时间，再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在李静的卧室里了。你醒了？你手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要不是我觉得不对劲，出去看了一眼，你就出事了，知不知道？你醒了？你手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要不是我觉得不对劲，出去看了一眼，你就出事了，知不知道？这时李母端着一碗水进来了，她看着躺在床上的我问：小象，你刚才怎么不说？你手是怎么了？阿姨，我的手可能是被蛇咬了。见我支支吾吾的说话，李母也是一脸的诧异。可能被蛇咬了？什么蛇？是毒蛇。这不行，我们没有车，这离医院还很远，现在还是后半夜，诊所药店都关门了。小象，你这是不能拖。小静，你扶着小象，我们去刘婆家，让刘婆给看看。一路上，李静对我解释，她说刘婆是广西人，是从10万大山苗寨里嫁过来的。刘婆自己家有草药，很会治毒蛇咬伤，没准能治好。走路到刘婆家花了40分钟，期间我又发作了1次，5片止疼药还有效果，我勉强能忍受。看了我肿成一阳指的手指，又看了被咬后流下来的2个小眼，刘婆脸色瞬间就变得阴沉了下来。后生，我问你啊，你确定看到咬你的是蛇？在哪被咬的？当时我也是被刘婆问了半天说不出话，我肯定不会当着李静的面说我是盗墓时候被咬的，于是我支支吾吾的撒谎说在家的时候被咬的。家？我看家里可没有这种蛇啊。
刘婆挥了挥手，她示意李靖和李母先出去，她有话要单独和我谈。他们暂时出去后，刘婆看着我摇头道：后生，我明说了吧，咬你的东西不是蛇，家里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东西，荒山老林里都没有。咬你的是一种长着白触角的地角仙，10万大山里，老一辈苗人说这东西叫狮角仙，他们只能活在死人堆里。阿婆，你能不能治我？我可以给你钱，我还不想死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要是不肯说，那你就请回吧。内心纠结，要是说了我的身份，我知道可能连累的不只是我，把头和孙家兄弟也会被抓。不光这样，一旦走漏风声，李靖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他知道我是犯罪分子，肯定也不会和我做朋友了。权衡再三，我深吸了一口气说：阿婆，虽然我很想被治好，但有些事我不能说，所以即便是不治身亡，那我也认命了。刘婆很意外地看了我半天，好半晌后她摇了摇头说：行吧，我知道了，你跟我来吧。阿婆，干啥？当然去治你啊，怎么，你想死啊？混江湖的，有些品质是难能可贵的。那晚上，刘婆把我领到了东屋，东屋地上放着很多黑色的大坛子，看着像是腌咸菜的那种坛子。刘婆让我转过身去别看，我只听到身后一声坛子盖打开的声音，然后就听到阵阵捣药的声音。后来刘阿婆找来纱布，她往我肿大的手指上抹了很多黑色药汁，那药汁有股很重的腥臭味。说实话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当时黑坛子里的是什么。我曾经猜想有可能是蝎子、壁虎之类的东西。抹了刘婆给倒的药，当晚手指就不疼了。回到李靖家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上午拆掉纱布，我手指已经消肿了，很神奇。刘婆救了我一命，李靖救了我一命，我想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。当天，我把李靖偷偷叫出来，对他说：谢谢你李靖，我向云峰会帮你的，我会帮你和你妈还清那5万块钱，用我自己的钱。向云峰，你说胡话吧？5万块钱，你自己的钱，你挣10年也挣不够吧？没事，我向云峰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我一定会给你们家想办法的。听到我这话，李靖当时也没在意，兴许也是在认为我开玩笑吧。向云峰，我准备高中毕业就不念了，我要去电子厂打工。我认识一个姐姐，她说电子厂每月能挣600块钱。那天我心事重重的回到旅馆，还在想李靖的事，在想怎么能尽快帮他还债。王把头和孙老三在旅馆里，孙老二和一颗痣没看见。孙老三和王把头都在抽烟，脸阴沉的让人看了害怕。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孙老三扔掉烟，他握着拳头说：二哥不见了，昨晚在坑里失踪了。失踪了？把头，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失踪了呢？王把头和孙老三脸色阴沉，没有说话。孙老三断断续续的说了事情经过。对比东尔市、西尔市没出什么正经东西，老二对这事心里一直有膈应，所以晚上干活的时候，我俩就分开行动了。老二说没准希尔市下面有什么隐藏的地宫暗阁什么的，那些青铜器玉器可能都埋在里面。当时我在对讲机里喊，见他没吱声，于是就过去找他。可我过去的时候发现他人不在希尔市，墓道里我都找过了，没见他人。把头在盗洞门口也没见他出来。孙老三说这话的时候情绪越来越激动，他说想要自己一个人去下墓找人，不过都被王把头阻止了。老三，我作为团队的领头羊，老二失踪了，我比你还急，但这不代表我们要蛮干。老三，你一向冷静，我问你，行里人碰到这种情况出事的还少吗？老三，你先别急，老二出事我不也着急吗？这样吧，我和把头先去找救援。云峰，你看着老三，千万别让他一个人去干啥事。隔天早上，我正在院子刷牙，没见到一颗痣，也不知道他去哪了。正当我疑惑的时候，我身后突然传来孙老三的说话声：云峰，你出去帮三哥买一屉小笼包，再整碗混沌回来。不行啊，三哥，把头让我盯着你。把头说他找到帮手来之前都不能让你离开。孙老三脸色一阵青红，见我一直拦着，一脚就踢翻了院里的垃圾桶。上午的时候我就像个门神，孙老三走到哪我就跟到哪，严格执行把头给我的任务，不能让他偷偷下坑去找人。孙老三见我一直跟着他，估计心里也是着急了，当即就坐在院子里凳子上嚎啕大哭了起来。没想到汉子也会哭，也难怪，二哥和三哥不仅是亲兄弟，这么多年也都是一起下坑的，换作是我也不会好过的。下午3点多的时候，旅馆里来了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男的戴着墨镜，有点瘦，女的看起来30多岁，却是一脸寒霜。据把头介绍，他们是姚家兄妹，男的叫姚文策，姚文策是行当里大名鼎鼎的牛人姚师爷，是个牛人，演把头出身，只是最后的结局不太好。各位若是感兴趣，不妨百度一下姚师爷这个人，他的盗墓故事都能出书了。而女的叫姚玉门，这女人对大墓里的机关陷阱、金刚石封门石、流沙天火翻板这些东西研究颇深，
孙老三向他们说明了当时情况，王把头也说了自己的看法。女人姚玉门听后点头说：“王把头，你说的没错，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。大活人不可能凭空消失，很有可能是掉到了下面哪里。”姚姑娘，你的意思是说希尔氏下面还有空间？那为什么老三之前在地面上没发现？把头，不知你听没听过浑天下葬、扬长提凑这种葬法？扬长提凑？怎么可能？这种防盗葬法不是汉代才发明的吗？我们下的可是西周墓啊！女人转头看了一眼，可能是看我太年轻了。听了我的话，她显得有些意外。随后她看着我摇头笑道：“小朋友还挺有见识的，姐姐我今的告诉你啊，你这句话说的不全对。扬长提凑是流行在汉代，注意是流行，而不是发明。这种方式在商代晚期已经出现了雏形，在西周早期就被应用了。汉代的扬长提凑和西周的相比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”她的话刷新了我的知识盲区，这是书上没说，我真不知道。我还怀疑这女人在抓瞎话吹牛。不过这可是王把头找来的高手，我不敢小看他们。那行，事不宜迟，你们今晚就行动。啊，把头，你不去吗？我不能去，我总感觉这2天有别人注意到了旅店，为了团队安全，我得留在上面统筹全局。王把头出手很大方，他给了我5000块，让我买干粮和食物，还让我买几个最好的防水手电和小刀。下午的时候，我拿着4000块钱就去买了东西。而就在这一天，我回来的路上，却刚好碰见了那个救我命的女孩。向云峰，你怎么在这？看着我手上厚厚的一沓钱，李靖惊讶地说：“向云峰，你这么有钱啊？你家里是做什么生意的？”没什么，我父母做点服装生意而已。是吗？李靖左右瞧了一下，随后走到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，对我招手道：“向云峰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话。”哦，怎么了，李靖？而当我走到李靖身边时，他忽然抓住了我手，用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，然后说道：“向云峰，我知道你家有钱，你能不能借我5万块钱？只要你借给我钱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”向云峰，我知道你家有钱，你能不能借我5万块钱？只要你借给我钱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我当时感觉自己被雷劈了，他突然一把抱住我。我求求你了，昨天晚上要债的又来了，还打我妈了，说我再不还钱就要把我妈扔河里。这是我第一次抱女孩，但没想到会是这种方式。她是真害怕了，毕竟她那时还只是一个不到18岁的小姑娘。李靖，你别这样，我本来就答应过你要给你还钱的，毕竟你救过我的命。这样吧，你能不能等1个礼拜？不行，那些人说只给我们家3天时间，现在都已经过去2天了，我今晚就得用。我感觉自己是魔怔了，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着这事。当晚8点半，距离出发前3个小时，我站在王把头面前，不敢去看王把头的眼睛。一咬牙，我终于还是豁出去了。把头，那李家母女救我一命，他们现在落了难，我向云峰知恩图报，今晚下坑不知后果如何，我很想帮他们娘俩，求把头借我5万块。云峰，5万块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这可是寻常普通人家近10年的积蓄。我可以借你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把头请讲。这个条件嘛，你现在还不用知道，你只需要记住，你会还我王显生这笔账的，这就行了。你可同意？我当时二话没说，直接同意了。我是为了李靖。王把头随后去了自己屋，大约10多分钟后，他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过来了，轻轻地把麻袋放到桌子上。云峰，这是5万，1分不少，拿去吧。谢谢把头。记住时间，今晚12点之前回来。另外，咱们道上混江湖的都讲究公平2字，我给你钱，你欠了我王显生一笔账，同样的，你帮的那女孩也欠了你。这趟下坑我不能保证你们安全，干咱们这行要看开点，胆大点，洒脱点，要是觉得亏，就了他。我要不要听把头的？可要是那样，我向云峰不就成了小混混无赖了吗？我提着装满钱的黑塑料袋，一路上心事重重，有兴奋，有害怕，有激动，有担忧，脑海中不时浮现李靖穿着睡衣的样子，还有他下午给我说的话。我直接敲响了他家门。李靖，我把钱带来了，你们不用怕别人来又找了。出去说。李靖面色一喜，他拉着我就往拱桥那边跑。河水流淌，月儿弯弯，顺德拱桥下站着一男一女2名少年。李靖，你快看看这5万块钱，你把这钱还给那帮人，你和你妈就没事了。向云峰，谢谢你，你真好。我清楚感觉到了女孩的体温，柔软，曲线，我脸疼的一下就红了，红得很厉害。李靖他头埋在我怀里，用很小的声音说：“云峰，我说话算话，我是你的了。”那天晚上，我就鬼使神差，迷迷糊糊的跟李靖去了小旅店。中间的糗事我就不多讲了，反正后来我跑了。
午夜12点14，我老大、老三、姚家兄妹一行5人下了坑，坑上面的安全只能全交给了王把头。下到大木灌顶这的时候，女人姚玉门停了下来，她蹲下来摸了摸石头灌顶，轻易出声：“姚姐，怎么了？”喂，你小子叫玉姐吧？什么姚姐，也太难听了。走吧，去里面看看。随后，孙老三就带着姚家兄妹来到了东耳室和西耳室中间那堵石墙，因为他们知道要想查出孙老二失踪的下落，就必须要去主墓室，而这主墓室在他们看来，就是眼前这堵石墙后面。姚家兄妹做事还是比较冷静，很多墓里的细节都瞒不过他2人的眼睛。姚玉门从包里拿出来一瓶水，往墙上倒了一点，石墙吸水迅速，用手来回抹了抹后，一片字迹慢慢显现了出来。这是古今文《九叠传》，真是一座好奇的墓。据我所知，这种文字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停用了吧？怎么会到了西周还有人用？那这上面的字迹有没有可能是墓主人的墓志铭？不太可能，西周还没开始流行墓志铭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堵墙有可能是一道门？是一道门，太好了！老三，包里有雷管呢。有，大哥带了4根，打眼安上，给我炸开！孙老大和孙老三救人心切，此时也顾不上这么多，可他俩的举动直接就把旁边的姚家兄妹吓了一跳。你们疯了吗？开灌顶用炸药也就算了，这可是在墓道里，你想把我们全都活埋了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玉姐，西耳室墙角有个大陶缸，大缸底下有个黑窟窿，好像还很深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到了西耳室，看到大缸，姚家兄妹看见了也是一脸震惊。这时孙老三爬上缸顶查看了里面的情况，便将缸里的情况给姚家兄妹说了一遍。随后孙老三就问我：云峰，你怎么知道这缸里有古怪的？大哥你不知道，我从下面掏出来一根白巧克力，那天还有臭味，今天不知道咋回事没有了。还有啊，大哥，这下面有咬人的地脚仙，千万不能伸手进去摸啊，千万不能伸手进去摸啊。啥玩意？地脚仙？那啥东西？咬你手的不是蛇吗？小云峰，你说的是不是头上长着一根白触角的甲虫，有点类似大号的独角仙？跟阿婆说的一样，那肯定就是了。对，就是那玩意。见我点头，玉姐和姚文策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，变得很明显。怎么了，姚姑娘？你说那东西叫地角仙也行，我听我叔叔说过，那东西寿命只有2-3个月，而且只能靠骨肉存活，是一种很罕见的穴居性毒虫。这只能说明一点，这下面90%有人，而且死亡时间绝对不超过3个月。姚文策从包里掏出来一根套管铁棍，他爬上缸顶，朝着缸底下就投，隔了3分多钟，就跟钓鱼一样，他小心地往回收棍子，棍子头竟然带上来2只扁平的大甲虫，几人都吓了一跳，因为这甲虫样子长得怪，谁都没见过。随后他一脚就将这几只毒虫给踩了个稀巴烂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是不是要从这钻下去？钻？你们不要命了？这种甲虫有毒，而且下面不知道还有多少，下去找死。孙老三可能有点生气，他眯着眼问：姚姑娘，你们这可是收了我们的钱，都到这里了，总不能大退堂鼓吧？孙老三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错，我是收了王把头的钱，不过我和我哥能来，全是看在我叔叔的面子上，我是来帮忙找人的，不是来这跟着你们一块冒险送死的。这个洞要下你们下，我们兄妹是肯定不会下的。见2人间的气氛有些不太对，我忙出来劝阻。怎么突然就吵起来了？三哥，要不这样吧，点把火试试看，能不能把这些丑虫子全部烧死？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那天晚上，飞鹅山的半山腰上出现了一副奇景，不知道是谁家祖坟冒青烟了。哎呀！怎么突然就吵起来了？三哥，要不这样吧，点把火试试看，能不能把这些丑虫子全部烧死？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那天晚上，飞鹅山的半山腰上出现了一副奇景，不知道是谁家祖坟冒青烟了。好了吧，三哥，刚才有一阵火还挺大的。我先来吧，我先替你们下去探探路，万一二哥就在下面，我也能把他救出来。孙老三是最先下动的一个，可他脚刚一落地，下面传来一阵碎石塌陷的声音。抓住，别乱晃，老三我抓住你了。三哥，你小心点，要是有啥不对劲了就大喊，我们立马把你拉上来。孙老三带着头灯点了点头，他就顺着大缸一点点往下滑，终于登山绳下放到18米处的时候就不再走了。下面的孙老三应该是到头了，紧接着我们几人便陆陆续续的往下滑，姚家兄妹排在最后，洞很黑，下到一半的时候我抬头往上看了一眼，在窟窿口下面的内墙上
有爬着几只扁平甲虫，这是刚才没被烧死的地脚仙。而当我们全部到达底部的时候，面地上发现很多白巧克力，有腿骨、手骨、指骨，但唯独没有看见 CPU， 还有很多农夫山泉瓶子。玉姐她胆子大，她蹲下来看了看后说：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，时间不长。我说呢，南方老鼠改吃素了，给我们好心的留下这么多肥肉，感情全都堆在这了。姚小姐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什么表演？当然是找人呐，难不成是和你来这约会呀？哼！姚玉门没理孙老三，从包里掏出来一个罗盘，蹲在地上摆弄着。我因为好奇，便也走了过去看了看。玉姐，这是啥？怎么还会自己转？小子别乱问，现在别让我妹妹分心，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。当时不懂，现在入行久了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那种罗盘是特制的，短针是一种叫做天铁的材质做的。天铁是以前古代人的叫法，这种东西其实以前就有，现在人叫陨石。那边，那边。几个人跟着姚玉门往西北方向走，沿途的路上，我看到了好几座石质的油灯台。我暗自猜想，几千年前这下面应该是灯火通明。走了10多分钟，我们被一堵大石门挡住了去路。石头门正中间有4个字。看姚玉门呆呆地看着大石门，孙老三随口问了一句：你认识鸟传？到此为止了，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打算退出？这等级已经超过了马王堆汉墓。那4个字是芥子行宫，这石门后面是数吨重的自来石，从外面单凭我们几个人根本无法打开。听到这话，孙老三一下子就蹲在了地上，因为他知道数吨重的自来石单凭我们几人是没办法打开的。姚玉门想退出，是因为他害怕了，可这样孙家兄弟就不乐意了。当时的气氛很紧张，姚文策脸色阴沉的害怕，双方意见不合，剑拔弩张。你问我当时怕吗？说实话，我当时7分害怕，3分好奇。害怕的东西不必多说。当天姚玉门将此事汇报给了王把头，沉默了好久。王把头说：老大老三，云峰，姚家姑娘说的没错，此事离世已经超过了我们能安全脱身的范围，你们上来吧。老二不找了。听了王把头的话，一向冷静的孙老三双眼通红，像发了疯似的不断用脚踹着大石门，而巨大的石头门巍然不动，半空中只飘下来淡淡灰尘。孙老三无力地坐在石门前哭了起来。我鼻头一酸，也有些难受。二哥是我们团队里的活宝分子，他突然失踪，凶多吉少。我们想救人，却找不到他一点踪迹，他就这么在这座西周墓里凭空消失了。把头，二哥是真不打算找了吗？王把头看了看孙老三一眼，一脸无奈，随后他还是做出了决定，不找了。陈红，让你手下那帮人尽快想办法把盗洞回填，不能在原地留下痕迹。我们要尽快抽身离开顺德，暂避风头。在这之前，孙老大尽快联系买家，把那7、8袋子青铜器尽快变现。后来孙老三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，研究着封门石，自我麻痹，自我安慰我们合力都难以打开的东西，但最后都是无功而返，索性也就没管他了。而今天恰好是李靖的生日，我就打算去帮李靖过去他家。到了地方，李母去河道办上班了，李靖自己一个人在家。刚进门我就把生日礼物送给了李靖。给你李靖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越长越漂亮。谢谢你云峰。这丫头不会还想着昨天我跑路的是吧？脸这么红。尴尬了一会儿，李靖突然抬头看着我。云峰，你是在一中上学的，我正在做卷子，我有几道数学方程式不会，你教教我吧。我妈也说了，让你抽空辅导我功课。我哪会什么数学方式，我根本就不是一中的学生，都是骗他的。数学方程式我不会，我倒是会盗墓，可这玩意也不敢教他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做啊，云峰？你给我写出来步骤吧。行吧，就这么办。行吧，就这么办。我记得当时是在卷子上写了，但具体忘了写的是什么，好像我先画了圈，然后又画了个方块，反正就是乱写的。看了我在卷子上的杰作，李靖嘴巴张得老大。李靖，这是后面的课程，你还没学到这，等你学到这就能看懂了。我们聊着聊着，又有2个李靖同学来给他过生日，是2男生，其中一个头发全部染成了红色。将生日礼物送给李靖之后，小黄毛便在他们学校门口的星星大饭店给李靖包了一桌。而就在我们正吃着饭的时候，我身边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云峰，你怎么跑这来了？我看你刚才脸色不对，怎么了？没啥事，玉姐，我和朋友们一块吃个饭。云峰，这些都是你的同学。姚玉门眼含深意地看着我，我拼命地对这女人白了白眼，她立马就明白过来了。既然今天在这碰到了，云峰，和我们一块吃个饭吧，我有些话想单独和你谈谈。可是你朋友叫你去吧，云峰，我们晚点再见就好了。你们团队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筷子停在半空中，我警惕地看了看旁边的2名陌生男子。没事的，
自己人。玉姐，大哥已经去干活了，把头的意思是尽快抽身离开这里。这样最好。王把头还是知道轻重的，记住，你们离开顺德后就不要再回来了。见我心里还在担心孙老二的事情，他忽然转变了话题。云峰，你相信这世上有山魈鬼神吗？不信，人死鸟巢上，不死万万年，何来鬼，何来山？我少年模样却说着老气横秋的话，惹得姚玉门莞尔一笑。他随身拿出那张八卦罗盘，单手托举放在我眼前。不知为何，罗盘上的3个指针忽然同时齐刷刷地指向我身后。看我发愣，姚玉门吓唬我道：云峰啊，你身后正站着一个饿死的没牙老太婆。玉姐，你行了，玉门，这小子面相也不是普通人，你就不要再捉弄他了。姚玉门收回罗盘，随后将一条串着黄红色的指符的项链塞给了我。给你，这东西送给你，就当做是个护身符吧。谢谢玉姐。当天我和他聊了一会儿，酒足饭饱之后，我告别了姚玉门，还打包了一份饭菜。这时楼下李静那桌也散了，我想应该是回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时不时拽出来护身符看一看，真是越看越喜欢。只是当我回到旅店给孙老三送饭的时候，却发现这时孙老三的房间已经被他弄得一片狼藉。这时候孙老三突然从地上站了起来，好像是想到了什么。找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了。三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云峰，我找到打开自来石的办法了。找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了。三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云峰，我找到打开自来石的办法了。后来孙老三鬼使神差的将我带到了一处他的秘密基地，一进屋我就看到了几天不见的孙老大，还有一颗痣。3人商讨片刻，最终孙老三说了他打开封门石的办法。封门石也叫自来石，是古代防止盗墓的方法之一。我们可以利用牛鼻环智取，先看准门后自来石的位置，外面用锤子凿子在门表面凿出来牛鼻子的形状，这样透过门缝就能看到里面反顶着的自来石。然后我们需要用到一种叫半圆龙爪的自制工具，它是一种端有长柄，而另一端为半圈形的金属器物。先将半圆龙爪从门缝当中伸入，然后把圈形的部分套在自来石上面，再用绳子把半圆龙爪穿过打好的牛鼻子凹槽里，最后用力气在外面用力向左或者向右拉绳子，等里面自来石的位置发生了偏移，那这个防盗机关就破了。好主意，可是咱们人力不够啊，这么大的石门，自来石应该也有1-2吨吧，而且在门上打个眼是不是也要花很多时间？打眼倒还可以，2个月打一个眼应该能搞定，但这找人，老三要不去乡下去把咱爹的牛给牵来吧。那小钢子眼这么小，大牛犊子肯定是不行，我们可以用篮子放下去小牛犊，让牛在下面吃饲料长大。三哥，你没事吧？没发烧吧？少在这扯，你才发烧呢。干不干云峰？跟我和老大一块干。那把头呢？把头退役已决啊，三哥。不用管把头，就我们3个干就完事了。我当即点头就答应了。而当天我们在一颗痣的见证下，老大老三和我一起跪在地上一结金兰。那时候我真激动的不行，什么姚玉门的叮嘱，什么王把头的忌惮，全被我们抛到了脑后。那是我们3人的想法，就是干票大的，非得干开那个石门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个啥。后来那堆青铜器孙老大卖出去一半，分钱那天我们一伙人聚在一起。老三，这是你的；老大，这是你的；小红，这是你和你手下小兄弟们的，这趟辛苦了。谢谢把头了呢。云峰，你刚入行也出了不少力，这是你的，别嫌少。我当时看到撑得厚厚的塑料袋干咽了口唾沫，强压着好奇心就问把头：把头，这是多少？13万。这下我手更抖了，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钱，也没想着能见过。我准备拆开袋子拿钱还王把头借我的那5万块时，他拦住了我。入行的第一单怎么能给别人？不吉利啊，你先留着吧，那5万块以后再说。点点头没说话，我就收下了。至于2哥那份钱，王把头说暂时替他保管1年，若到时候人还没回来，就交给孙老大。而分完钱之后，孙老三这时开口了：把头，我和老三云峰都商量好了，我们准备去外国玩玩。云峰他说他想去看看外国人长什么样儿，想要找个外国女朋友，玩个5月半年的，到时下一趟活再听把头安排吧。云峰眼光高啊，竟然还喜欢外国人。以云峰的长相，应该半年不成问题。好，我同意了。那天晚上，一颗痣买来3头小牛犊，这种牛是一颗痣特意找来的，叫夏洛来牛。这种牛生长最快，长到差不多了，力气也大得很。我们计算过，吃好的饲料，一头夏洛来小牛犊最快5个月就能长成年。帮我们拉封门石的话，大概4个月就差不多。一颗痣找来了防寒杖、棚和一些生活用品。当天晚上我们就把小牛犊子用绳子送了下去。那段时间，有时一颗痣的空来替我就会出去转转，去找李静。过了2个月，李静升高3了，买了3斤鸡蛋糕。那天我照常提着鸡蛋糕去找他玩，
结果刚到他家，我发现李靖正抱着腿坐在床上，脸色很不好看。小静，你怎么了？我给你带鸡蛋糕了。李靖俏脸煞白，死死地盯着我看。他突然朝我扔过来一个枕头。向云峰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王强都告诉我了，你根本就不是一中的学生，你甚至都不是我们顺的人，你这个骗子！骗子！我后退2步，手一哆嗦，鸡蛋糕掉在地上，滚了一地。走出李靖家，我有些失魂落魄，终究还是没对他说出口，没敢说出口。我不是什么一中高材生，我就是个盗墓贼，是犯罪分子，没有同龄人敢和我做朋友。那时候李靖看我离开的眼神忘不掉。怎么了，小子？丢魂了呀你？没事，风太大，迷眼了。毛都还没长齐呢，还知道什么叫失恋？赶紧忘了吧。吃你的苹果吧，不知道情况就别乱说。我生气不是因为他骂我小毛孩，而是他让我忘了李靖，一个好端端的人，能说忘就忘了吗？往后1个多月的时间里风平浪静，我没敢再去找李靖。坑下老大老三喂的小牛犊一天天长大，我们给小牛喂的最好的饲料，它们长得非常快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聚在坑下，顺过来绳子先套在3头牛的脖子上，然后我们都捡起了剩下的绳子，伴随着最后这声怒吼，身后的大石门传来一阵巨大的动静声，反顶着地宫门的自来石让我们拉倒了。成功了，太好了！而当我们推开石门的那一刻，眼前的一幕惊得我们几个说不出话来。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木头，这些木头互相有规律地插在一起。我最先闻到一股香味，和第一次下墓时闻到的那种香味一样，不过这次的香味明显更重，扑鼻而来。晾了一会儿，确保里面空气流通后，孙老大带头，我们都钻了进去。大哥，这是什么？那是黄肠体凑，就是姚玉门之前提到过的，这是古代葬墓的一种方式，而木头的中心地带很有可能就是墓主人的棺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先前在上面消失的主墓室，懂了吗？这么神奇？那三哥，木头山挡在路中间，我们怎么进去？云峰，你先别着急，这东西肯定是工匠们人为做的，他们做完活要从里面脱身，肯定会有一条不易被人发现的路。说完话，孙老大举着火把，开始仔细寻找可以钻进去人的空间。我们也走近了点，帮忙一块找。而我靠近木桩的时候，忽然看到黄肠蹄凑的一些木头上长了很多黑蘑菇。一颗痣也发现了这种长在木头上的蘑菇菌类，他准备伸手摘一个看看，结果别碰，别动那东西。可老三他刚才跟我说这是药材，药材怎么不能动了？虽然长得是奇怪了点。他懂个球，这种菌类应该是藏经上特意提到过的一种东西，叫黄瓜老脸，是一种很罕见的穴居性菌类，极少有人见过这东西。藏经上说这种植物长在极阴之地，在民间传说中是苗医用来招魂用的。孙老大一开口就说了招魂这2个字，一颗痣后退2步，瞪了孙老大一眼。老大，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？不看看现在是在什么地方？行了，都别废话了，大家分开找，找那种木头之间间隙大能钻进去人的地方，那或许就是以前匠人们给自己留的路。几人暂时分开，每人之间大概也就离了6-7米远，都能看得到对方。我举着火把在木头山的西南角找，可正当我来到一处夹缝里的时候，木头缝隙间我看到一个蜷缩着的黑影，我以为是我眼花了，揉了揉眼，再定睛一看，除了木头什么都没有。吓我一跳，还以为是见鬼了。奇怪了，三哥大哥还有一颗痣呢，都去哪儿了？我吞了口唾沫，举着火把过去找人。此时不知道从哪吹过来一阵凉风，我瞳孔越张越大，我嘴唇哆嗦着大喊：云峰，你在那干啥？是二哥的声音。二哥，你在哪里？而当我左右看了一遍之后，根本没有看见二哥的身影，脸色惨白。我后退2步，伸手掏出来姚玉门给的护身符，紧紧地攥在手心里。这声音的位置好像是在木头堆里，难道二哥真的在里面？二哥，是你吗？